牡丹春色老，画栏日影斜。如何书立志，振日觅闲愁。倾国名花困游于深院，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。到头来却依然是天涯漂泊为心愿。大家好，我是冷君。款岸银筝，轻敲崖板，微蕊灯火中，一曲皂楼袍穿堂过院，唱老了姹紫嫣红，春色无边，如莺声燕语，余韵袅袅。注耳细听，则曲中情思缱绻，细致幽微之处不可描摹。转至门首，却见一朱唇皓齿，针手蛾眉，风流鸟意的旗袍美人俏生生地立着。今日是荣府老爷的生辰，四方皆来道贺。虽然这个曾经声名赫赫的大家族内囊一空，有日薄西山的末世景象，但依然极讲究排场，红烛挥金焰，笙箫乱起源。为了老爷的大寿，不知花费了可有上千洋钱。子孙们按照辈分整齐地排列着上前祝寿，脸色被大烟熏得蜡黄的老爷则懒洋洋地倚在榻上，吞云吐雾间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。而此时荣兰和翠花却偷偷地躲在一间小厅里，混在红衫翠袖的戏子中间，轻声慢语地唱着《牡丹亭》，眼波流转，相看俨然。此中的深情厚谊虽鲜为人知，但两人心中却俱似明镜一般。荣兰是荣府大老爷的远房表妹，受过西方浪潮下的新式教育，在外另有著作。她是学堂里的女教师，属于民国以来第一批觉醒的有为青年。然而也许是前清的旧家庭带给她的阴影和负担过于沉重的缘故，荣兰对于自己的性别认识有些模糊。她日常爱穿男士西装或者长袍马褂、瓜皮小帽，在这富贵却又沉闷的荣府里，跟表哥的小妾翠花走得很近。两人因为志趣相投的缘故，互相引为知己。翠花本来是德月楼里唱昆曲的小旦，因为身段优美，嗓音动听，不知吸引了多少富贵子弟浪掷银钱。50年少争缠头，一曲红烧不知数，便是当时的风光了。后来她被荣老爷的一方小轿抬进了荣家，从此变成了姨太太。没几年便生下了一个粉雕玉琢的女儿慧珠。然而据后来翠花跟荣兰讲的，不论是在当时的德月楼里，还是在荣府的日子，她一直想要的不过就是有人能真正的爱着她，在乎她。豪富的大家族向来便是沉闷的，翠花每日里困在深深庭院，只能靠着绣花打发日子。荣老爷买下她，就像买下一只叫声清脆的鸟儿一般。翠花虽为小妾，却经常会被传唤到大堂给众人唱戏解闷，而到了夜里就要梳妆打扮，穿着花边繁复的袍子，静静地端坐在镜子前，等着老爷的传唤。荣府里其他的几位太太秉性庸俗，她们看不起翠花低贱的出身，于是经常语气刻薄地说着酸话。翠花则神游天外，自有一番清雅脱俗的傲气，沉闷犹如死水一般的生活，激不起半点心海的涟漪。翠花的苦与寂寞，深闺自怜自叹，又有谁能看见？对她而言，泼天的富贵不过也只是黄金打造的鸟笼，苦闷乏味的生活令她充满了娴雅忧郁的气质。而荣兰正是被她身上这种如诗如画般病态的美给打动了。人前欢笑，人后凄凉，繁华背后的落寞无人问津。荣府老爷的寿宴一晚就花了2万大洋，翠花的生日却没人记得，只有女儿慧珠跟荣兰还心心念念，私下商量着如何给她一个惊喜。于是在一个风清日朗的下午，一阵咿咿呀呀缠绵幽微的昆曲便伴着落花穿廊而来了。小生哪一句不寻到，却在这里，姐姐在一片闲情爱上你。袅袅情丝粉墙画圆，莺声燕语明如剪。荣兰粉墨登场，着一袭男装戏服，便真如个俊后生一般，假凤虚凰，暧昧春光。翠花就像着了魔般的迷上了荣兰的扮相，就像一朵出尘绝艳的兰花，凄凄然在幽山冷泉边落寞的绽放。在她的灵魂即将面临枯竭的时候，荣兰的体贴就像一场滋润的春雨。翠花便拼命地追逐着这片微光，她不愿在清醒的世界苦哀，于是放纵着自己沉浸在鸦片以及幻梦带来的片刻欢愉中不可自拔。
在这场由翠花主导的旖旎的爱情启梦里，荣兰扮演着男性的角色，他们在留声机优美的舞曲中跳着交谊舞，亲密无间地在房间里调香，荼蘼香梦燃尽沉香，迷离目光痴缠勾连，两人一起躺在床上吸着鸦片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府中的事情。闲谈中，他们谈论着对荣府未来的担忧。如今的家底已被老爷败光的差不多了，然而府中花销依然很大，家中的管家开始频繁地变卖东西。翠花担忧自己的处境，荣兰却安慰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将她抛却。正待起身要走之时，翠花却挪动着疲软的身子，坚持要下床给她系鞋带。对她来说，为荣兰尽心尽力是她该做的本分。她扮演着一个体贴的角色，并且为此感到心满意足。这天，两人如往常一般的在花园里跳着舞，下人却带着二管家来向他们辞行，他就要去上战场当兵了。二管家走后，翠花很有些难过。对二管家的印象，她的记忆停留在那个清幽的夏夜，虫鸣阵阵。荣兰转过一片山子时，在烛火通明的书房跟他说过几句话。两人间的距离虽远，但那时光，翠花隐约感觉触及到了他的真心。如今他走了，一场暧昧的情愫便从此无疾而终。翠花如今只有荣兰了，两人在繁华凋敝、末世消沉的醉梦里，享受着奢侈糜烂的富贵生活。荣府里新来了一个唱戏的武生，因为渴慕着他的身体，所以翠花让荣兰将他叫来，两人以赌牌为诱饵，引诱着俊俏后生脱衣。渐入佳境之时，荣兰便只能尴尬地退下，留出空间让给翠花以及俊俏后生。时光如白驹过隙，曾经煊赫一时的荣府终究还是败了。翠花带着女儿慧珠被赶了出来，身边只有几件单薄的行李，她无处可去。荣兰收留了她，在树下，她给母女俩拍了一张照片，两人带着孩子过起了平淡而幸福的生活。每天荣兰外出工作的时候，翠花便待在家里收拾房间，要不就是陪女儿说说笑笑，日子就在舒适而平淡的节奏中缓缓流逝。不久之后，荣兰的学校里新来了一位新老师邢志刚，他年轻且俊朗，引得学校里的女学生都为他争风吃醋。邢志刚初来乍到，便给荣兰送了水果。为了回礼，荣兰将自己桌上的点心给他送了去。他来到他的住所，谁知推门进去之后，却正好看见他在天井洗澡。空气突然焦灼起来，也不知道是谁点燃的情火，两人便这么滚进了床榻。回到家之后的荣兰在灯下抽着烟，反复回味。她和邢志刚的情事打开了她内心封闭的大门，遏制已久的情欲如潮水般瞬间将她淹没。10岁之位，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。此后，荣兰经常跟邢志刚在小屋里翻云覆雨，身体的缠绵将他伪装男性的罪恶感都清洗干净了。贪恋着男人味道的眉目间也多了几分女性的柔美，少了男性的肃杀。但当男人怀抱着她，问她对翠花的感情之时，荣兰却依旧说她是在乎的。窗外有绵绵飞雪簌簌落下，翠花咳血了，她得了不治之症，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。在火炉边，他将二管家托人从远方寄给他的信件细细翻阅。那个儒雅的男人死在了战场，而他到现在才知道，一直以来他都是爱慕着他的。那个虫鸣幽深的夏夜，暧昧浮动的书房谈话，便是他们之间唯一的回忆。斯人已去，他也只好将遗憾和不甘埋葬。如今的他还有荣兰，他也只有荣兰了。荣兰这边，在邢志刚的陪伴下，他逐渐找回了自己对性别的认知，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增多了起来。然而他俩甜蜜相互的场景却无意间被翠花撞见。翠花一个人跑到湖边静静地待着，只是伤心落泪。晚上在餐桌上，荣兰怀着愧疚，几次想要说点什么，却被翠花轻描淡写地遮掩了过去。回到房间里的她却认命似的再次拿起了烟枪吸了起来，双眼空洞无神。这一幕落在荣兰眼里是那么的令人心痛，倍感凄凉。于是她怀着矛盾和痛苦，最后还是狠下心来离开了邢志刚，割舍掉这份诱人的感情，转而拥抱病态扭曲的自己。
在翠花面前，他又一次担负起了男性的角色，陪着翠花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段时光。而翠花则将二管家寄给他的信都烧掉了，始终咔嗒咔嗒转着步子。他们在客厅里翻看从前在一起时拍摄的照片。等到翠花身体稍微好一些的时候，荣兰便带着她以及慧珠去公园里游玩。在公园的石栏杆边上，两人谈论着各自失败的感情，互相拥抱取暖。其实当今年春色到来的时候，他们如古井一般沉寂的心都再次活跃过，然而最终都归于平静。两个拥有着寂寞春心的女人，因为爱和责任，谁也没法将对方抛弃，于是他们只能缩回旧的壳子，依然在角色扮演中执着相守。然而花开有时尽，翠花终究还是依偎在荣兰的怀里，永远地沉睡了下去，无声无息。宿命轮转，缘起缘灭，柳丝吹颤，桃花迷乱的小庭深院，俊俏小生和绝世花旦的初见，便是他俩感情的伊始。在充斥着奢靡与烦闷的高宅深院里，只有荣兰和翠花是难寻的知己。然而他们之间的感情却并非外人所臆测的爱情，它更像是女性对女性的怜爱和扶持，是两个孤独苦闷的灵魂在感情深冬之中的相互依偎。在末世倾颓越见腐朽的荣府里，爱情并没有合适发展的土壤，满腹柔情无处倾诉的他们，只能将感情倾注在对方身上。因此影片看似是在描写他们的暧昧之情、护手之意，其实主旨还是在于揭露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桎梏以及戕害。再说到人物塑造，双女主之一的荣兰是性格分裂的人物，在她身上既有进步新思想的体现，也有旧式家族里奢靡颓废的不良习气。而她明明身为女娇娥，却偏要当男儿郎的特殊心态，也昭示着这个角色内在的复杂和分裂。她男性化的个性并非来自天生，是后天娇柔的养成，因此当她和男子发生关系之后，才会感到从前的自己是罪恶的。当她不再避讳男女之事时，也就代表着她已经冲破了心上的枷锁。而比起代表着部分新式女子的荣兰，旧时的翠花就像是一尊清雅的美人菇，亦或是旧时锦绣屏风上绣的花鸟。她的美丽是不落尘俗的，她的诗意是孤寂落寞的，犹如泛了颜色的锦绣缎子，蘸了落花的胭脂膏子，繁花一梦，落幕尘埃。她抓不住此间撩人的春色，也融不进悄然善变的新的时代。因这总是和爱情差一步的原因，当荣兰走进阴霾之时，她却只能在时光的进程中落寞凋零，徒留一声极轻极浅的叹息。电影名为《游园惊梦》，取材于明代汤显祖所写的戏剧传奇《牡丹亭》的其中一折。故事本来讲的是小姐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恋，醒来却春梦随云散，而小姐相思成疾，逐渐抑郁而死的悲剧爱情故事。故事里的女主人公杜丽娘虽然向往爱情，却迫于现实不得不被困深闺。这跟影片的荣兰、翠花的经历以及他们思春、怨春的思想感情具有高度的吻合。于是导演尝试着在影片重要情节上插入牡丹亭的段落，而这不仅解释了主旨，还十分契合人物当时的心境。从另一层面上来说，荣兰和翠花的感情从头到尾也就是一场虚假的梦境。从荣兰装扮小生为她唱戏的那天开始入梦，又在荣兰另结新欢的时候梦惊。情缘起于姹紫嫣红、莺歌燕语的春天，悠然梦魂却被惊破于落叶萧瑟、万物肃杀的秋。这是一段缘，也是一段孽。我是冷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